危急关头，泽连斯基才开始醒悟，但找上中国的目的或不单纯。大家好，我是肖印华。危急关头，泽连斯基称想和中方举行会晤，但中国的好心不能被人利用。近日，泽连斯基在基辅接待来访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时，曾公开对外表态，称希望与中方会晤，因为这符合当前乌克兰的利益。在眼下这个时间节点，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普遍被外界认为这是他想要找中国来帮忙。而至于帮什么忙，最近几个接踵而至的消息也替泽连斯基给出了答案。有关中国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备受国际社会注目，也得到了多方的积极评价。于是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称希望和中国方面会晤，实则也就是想让中国出面调停俄乌冲突。只不过由于眼下这个时间节点过于敏感，泽连斯基的目的显然有点不太单纯。毕竟根据近期北约方面的情报以及各大西方媒体的一些消息，种种迹象表明俄乌冲突即将演变成一场大战。因为俄军的大规模攻势或已经开始了。虽然美西方承诺向乌克兰军援的主战坦克等先进武器装备是导致俄军加大进攻规模的关键原因，但美西方国家的武器军援速度却跟不上俄军的推进速度。因此一个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那就是西方这边嘴上说着会支持乌克兰，直到俄乌冲突结束，承诺的主战坦克也不一定到手。按照这样的军援速度，泽连斯基幻想的坦克大战可能还没开始就要宣告结束了。原因很简单，时间不等人，俄军可能不会等到美西方提供的主战坦克全部到位，而是会打一个时间差，趁着美西方的坦克还没有到齐，就在战场上取得足够大的优势。于是就有观点认为，泽连斯基在此危急关头希望与中国进行会晤，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出面帮其争取到一点时间，以便让乌克兰顺利度过前面所讲的尴尬期。当然，也有持不一样观点的朋友认为，泽连斯基找上中国是其终于醒悟，认清只有中国出手才能调停俄乌冲突。其实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至于泽连斯基为何要与中国举行会晤，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任何观点不过都是一种猜测。客观来看，泽连斯基要真的想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俄乌冲突，这场冲突早应该结束了。此前普京曾多次释放想要和谈的信号，但是泽连斯基对此什么态度，国际社会都看在眼里。而如今得知我国要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平方案的前一天，泽连斯基就放话称想要和中国举行会晤。依我所见，泽连斯基是眼看中国打算出手帮忙解决冲突，于是想拉拢中国，希望中国能够站到乌克兰那边，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还是那句话，泽连斯基要是想和谈，俄乌冲突早就该结束了，不至于等到我们提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方案。只不过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完全是出于好心，也确实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毕竟从方案的具体内容来看，中国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当然也绝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因此中国的好心，俄乌双方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